老年朋友们，咱们今天聊聊眼睛那点事。我知道很多朋友一过路10岁，眼睛就开始不给力了。早上起来想看看手机里儿孙发的照片，字模模糊糊，得把胳膊伸得老远才勉强看清，找半天老花镜。做饭的时候，调料瓶上的小字分不清盐和糖，偶尔放错了，一桌菜味道都不对。去菜市场买菜，看不清秤上的数字，也看不清菜价牌，总得麻烦摊主再念一遍。想缝个扣子，补个袜子，针孔对着光穿半天，线就是进不去，眼睛累得发酸，直流泪。坐在沙发上看会电视，不到30分钟眼睛就干涩得慌，像里面进了沙子，揉半天也不管用。出门遛弯见点风就掉眼泪，兜里总揣着手帕，时不时擦一擦。还有的朋友眼前总飘着小黑影，像小蚊子小线头似的挥之不去，心里总犯嘀咕，生怕眼睛出了大问题。这些情况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多都遇到过。很多人说人老眼花，天经地义，年纪到了眼睛哪有不花的。话是这么说，但咱们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眼睛是咱们身上最金贵的器官之一，看儿孙，看风景，买菜做饭，出门遛弯，哪一样离得开它？老花眼虽然是自然衰老的过程，但咱们通过日常好好养护，完全可以延缓它的发展，缓解干涩、模糊、酸胀这些不舒服，还能预防很多老年眼病，让咱们晚年看得清，过得舒服。今天我就从外治熏洗、穴位按摩、日常饮食3个方面给大家讲透在家怎么养护眼睛，尤其是最后要聊的7种家常食物，菜市场随手就能买，厨房随手就能做。每天吃一点，慢慢就能感觉到眼睛的变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外用的明目小方子，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眼科一位国家级名老中医在临床上用了几十年的经验方。很多老患者坚持用了一段时间，都说眼睛干涩发黏，看东西模糊的情况轻了不少，早上起来眼睛也不那么沉了。这个方子不用喝，就用热气熏眼睛，药性直接作用在眼周，不经过肠胃，特别适合脾胃弱、吃药怕刺激的老年朋友。而且材料都是药店里几块钱就能买到的平价药材，非常亲民。这个方子5味药分别是菊花10克、枸杞子10克、炒决明子10克、干桑叶6克、薄荷3克。咱们来简单说说这几味药的道理。菊花是咱们都熟悉的，能清肝火、散风热，肝火一降，眼睛就不红不肿不干涩了。枸杞子补肝肾益精气，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眼睛才有养分。炒决明子清肝明目，润肠通便，肝火往下走，眼睛就清亮。桑叶能润肺清肝，润着眼睛，还能散风热。薄荷是疏风清热的，带着药性往上走，直接作用在头面部。这几味药配在一起，清补结合，不寒不燥，大多数老年朋友都能用。做法我给大家说细一点，您照着做就行。准备一个小砂锅或者搪瓷锅，别用铁锅、铝锅，会影响药性。把这5味药先用清水冲一下，洗去浮尘，然后放进锅里，加500毫升清水，差不多就是一瓶普通矿泉水的量。先泡10分钟，让药材润开，然后开大火烧开。水开之后立刻转最小的火，煮5分钟就关火，别煮太久。薄荷和菊花里的挥发油煮久了就散了，效果就差了。熏的时候也有讲究。您找个舒服的椅子坐好，把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高度刚好对着眼睛就行。先把锅盖掀开一条缝，让热气慢慢出来。您闭上眼睛，脸距离锅口大概15到20厘米，先感受一下温度，温热不烫脸，再慢慢凑近。就用蒸汽慢慢熏2只眼睛，热气小了就稍微挪近一点，每次熏10分钟左右，早晚各1次。煮1次的药汤，早上熏完可以盖好盖子放着，晚上加热到冒热气再熏1次，第2天再换新的药材，一副药能用1天，很省。有几点安全注意事项，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千万别大意。第一，如果您的眼睛正红肿发炎、长针眼、有伤口，或者得了急性结膜炎、红眼病，绝对不能熏，热气会让炎症扩散，越熏越严重。第二，熏的时候一定要闭紧眼睛，别睁着眼睛让热气烫到角膜，温度以温热舒服为准。咱们年纪大了，触觉不灵敏，
一定要先试好温度，别烫伤眼周皮肤。第三，对菊花、薄荷这些药材过敏的朋友就不要用这个方子了，第一次用可以先熏1分钟试试，没不舒服再继续。第四，孕妇、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用之前一定要先咨询自己的医生，别自己随便用。说完了外治的方子，再教大家一套简单的明目穴位操，一共5个穴位，加上一个运目法，全套做下来也就5路分钟。早上起床，中午歇晌，晚上睡前都能做。看电视看累了也能做，不用花钱，随手就能练。按对了穴位，疏通眼睛周围的经络，气血通了，营养能上去，废物能排出来，干涩模糊自然就缓解了。第一个穴位是睛明穴，位置很好找，您摸自己的内眼角，就是靠近鼻子的这一侧眼角，往上一点点，眼眶骨边上有个小小的凹陷，这就是睛明穴。这个穴位是眼睛气血汇聚的地方，按它能直接疏通眼部经络，缓解干涩、视物模糊，还有迎风流泪。按的时候，用2只手的食指指腹轻轻按住这个凹陷，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微微酸胀就对了。然后顺时针按揉，一圈算一下，每次按揉30路下。注意别按到眼球上，就按骨头缝里的凹陷，轻轻用力就行。第二个穴位是攒竹穴，在2个眉头的端点，眼眶上缘的凹陷里，就是眉毛靠近鼻子的这一头，一按有点酸胀的地方。这个穴位能缓解眼睛胀痛、眼皮沉重、视物模糊，还有头疼。手法跟睛明穴一样，用食指指腹按揉，顺时针30路下，力度轻柔，以酸胀感为准。第三个穴位是四白穴，这个穴位大家做眼保健操都听过，位置在瞳孔正下方，眼眶下缘往下一横指的凹陷里。您正视前方，黑眼珠正下方，摸眼眶下面的骨头，往下一点点有个坑，就是四白穴。按这个穴位能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减轻黑眼圈，还能辅助调理老花眼。同样用食指指腹按揉，顺时针30路下，每天多按几次也没关系。第四个穴位是太阳穴，这个大家都熟，眉梢和外眼角中间往后一横指的凹陷里，按太阳穴不光能缓解头疼，还能放松眼周的肌肉，消除眼睛的疲劳酸胀。用双手的拇指或者食指指腹按住穴位，轻轻按揉，顺时针30路下，力度稍微大一点也没关系，别太用力就行。第5个穴位是风池穴，在咱们后脖子上枕骨下面2条大筋外侧的凹陷里，大概跟耳垂齐平。这个穴位虽然不在眼睛边上，但它是疏通头面部气血的关键穴位，按它能把气血引到眼睛上，缓解眼睛干涩、模糊，还有颈椎不舒服带来的眼胀。按的时候，双手抱头，用2个大拇指按住两边的风池穴，往上顶着力按揉，每次30路下，酸胀感越明显，效果越好。按完这5个穴位，再做一个运目法，效果翻倍。把2只手的手心使劲搓热，搓得发烫，然后立刻轻轻捂在2只眼睛上，手心对着眼球，别压，就轻轻捂着。热气散了，再搓热，再捂，连续做9次。这个方法能温通眼周的气血，放松睫状肌，做完之后睁开眼睛，会觉得眼前清亮很多，特别舒服。这套操每天做2到3次，每次5路分钟，坚持下来，您就能感觉到眼睛不容易累了，干涩也会轻很多。提醒大家一句，按穴位之前把手洗干净，指甲剪短一点，别刮到皮肤，眼睛急性发炎、红肿的时候别按，按的时候力度要轻柔，别使劲压眼球。要是疼得厉害就减轻力度，别硬扛。讲完了外治和穴位，咱们重点聊聊吃的。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眼睛好不好跟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关系太大了。咱们眼睛要健康，离不开几种关键的营养，就像种地要施肥一样，营养跟上了，眼睛才能清亮。第一种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们就像眼睛的天然防晒霜，集中在眼底的黄斑区，能挡住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保护黄斑不被损伤。咱们年纪大了，最怕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就是黄斑退化了，看东西变形，中心看不清，这个病不可逆，提前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就能延缓它的发生。第二种是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它们是合成是紫红质的原料，缺了它就会夜盲，
晚上看不清东西，还会眼睛干涩、角膜干燥。第三种是花青素，它能改善眼睛的微循环，让营养更好地输送到眼睛里，还能缓解睫状肌的紧张，减轻视疲劳，增进夜间视力。第四种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些抗氧化物质，能清除眼睛里的自由基，延缓晶状体浑浊，预防白内障。这些营养不用买昂贵的保健品，咱们菜市场里的家常食物中就有。今天给大家讲7种，各个平价、常见、好买到，换着花样吃就能把眼睛需要的营养补够。第一种，胡萝卜。咱们菜市场里几毛钱一斤，便宜又好用。胡萝卜里最宝贵的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到身体里会转化成维生素 A， 这可是眼睛最基础的营养。咱们常说的夜盲症就是缺维生素 A 导致的，平时多吃点胡萝卜就能有效预防。而且维生素 A 还能维护眼角膜的健康，保持眼睛湿润，减少干涩发痒的情况，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干眼症特别友好。从中医来说，胡萝卜味甘性平，入脾胃经和肝经，能健脾和胃，补肝明目，特别适合脾胃弱、消化不好，同时眼睛又干涩模糊的朋友。补脾胃的同时还能养眼睛，一举两得。很多朋友吃胡萝卜喜欢生吃或者榨汁喝，其实这样吸收不好，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必须有油脂帮忙才能被身体吸收。最好的吃法是油炒，比如胡萝卜炒肉丝、胡萝卜炒木耳，放一点点植物油炒一炒，营养就都释放出来了。或者炖肉、炖排骨的时候放几块胡萝卜，跟肉一起炖，吸收也很好。每天吃多少合适呢？半根到1根就够了，别一次吃太多。要是天天大量吃，皮肤可能会暂时发黄，停几天就恢复了，大家不用害怕。另外提醒大家，胡萝卜别跟白萝卜一起长时间煮，会破坏维生素 C， 分开吃更好。第二种，菠菜，也是菜市场随处可见的绿叶菜，几块钱一大把。菠菜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含量在蔬菜里算是名列前茅的。这两种营养会直接聚集在咱们眼底的黄斑区，给黄斑穿上一层保护衣，过滤掉对眼睛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减少黄斑的氧化损伤，延缓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展。咱们年纪大了，黄斑慢慢退化，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模糊，多吃菠菜就是给黄斑补充营养。另外，菠菜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2， 缺了它眼睛就容易布满红血丝，怕光，爱流泪，补充够了眼睛就舒服很多。中医里讲，菠菜味甘性凉，能养血止血，润燥平肝。肝开窍于目，肝血充足了才能往上濡养眼睛，肝火降下去了，眼睛就不红不肿不干涩。很多老年朋友肝火旺，早上起来眼睛干涩，眼屎多，常吃点菠菜就能清清肝火，润润眼睛。菠菜怎么吃最好？因为菠菜里含有草酸，会影响钙的吸收，所以吃之前一定要用开水焯1分钟，把草酸去掉，吃着也不涩。焯好之后可以凉拌，放点香油，少许盐，清淡又营养。也可以清炒，或者做菠菜鸡蛋汤，都很适合咱们老年人，每天吃一小把，大概200克左右就够了。注意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毕竟它偏凉性，炒的时候放2片生姜，能中和一下寒性。有肾结石的朋友尽量少吃菠菜。第三种，枸杞子，咱们家家户户几乎都常备，10几块钱一斤，能吃很久。别看枸杞子小小一颗，明目效果是公认的好。现代研究发现，枸杞子里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和枸杞多糖。玉米黄素能高效保护黄斑，预防视网膜黄斑病变。枸杞多糖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提高免疫力，延缓眼睛的衰老。坚持每天吃一点，眼疲劳、干涩、视物昏花的情况都会明显改善。中医里枸杞子更是明目圣药，味甘性平，入肝肾经，能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咱们老年朋友眼睛花、干涩，大多是因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精气不能往上输，送到眼睛，眼睛失养就模糊了。枸杞子刚好能补肝肾，填精气，让精气上达头目，眼睛自然就明亮了。很多名老中医自己都坚持每天吃枸杞，就是这个道理。枸杞子怎么吃最有效？
很多人用来泡水喝，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干嚼，因为泡水的话，很多营养成分都留在枸杞果肉里，喝不进去，有点浪费。每天晚上睡觉前取10到15克枸杞子，大概就是20粒左右，放在嘴里细细嚼碎了咽下去，吸收效果最好。也可以泡水、煮粥、煲汤，比如熬小米粥、熬银耳汤的时候放10几粒，既增加甜味又补营养。注意，枸杞子虽然平和，但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拉肚子的朋友暂时别吃，不然会加重病情。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干的朋友别多吃，每天10粒以内就好，也可以搭配菊花一起喝，中和一下热性。第4种，蓝莓。可能有朋友说蓝莓有点贵，其实咱们买应季的或者冷冻的、冻干的，算下来也不贵，性价比很高。蓝莓里最厉害的就是花青素，而且是活性很强的花青素，它能促进视网膜上视红素的合成，视红素越多，咱们看东西就越清晰，尤其是晚上和暗处的视力会明显变好。花青素还能改善眼周的微循环，放松紧张的睫状肌，咱们看书、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睛酸胀、疲劳、干涩，吃点蓝莓就能很快缓解。另外，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能延缓晶状体老化，预防早期白内障。从中医角度说，蓝莓味甘酸，性凉，能滋阴润燥，明目安神，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眼睛干涩、视物昏花、晚上睡不好觉，都有辅助调理的作用。新鲜蓝莓的话，每天吃一小把，大概50克左右就够了，洗干净直接吃，营养保留最完整。如果买不到新鲜的冷冻蓝莓，无糖蓝莓干也可以，注意别选那种加了很多糖的蜜饯蓝莓干，糖分太高反而不好。也可以放在粥里、酸奶里一起吃，口感更好。注意蓝莓偏凉，脾胃不好。经常腹泻的朋友别多吃，一次10几粒尝尝就行。血糖高的朋友一定要选无糖的，别吃蜜饯款。第5种，西兰花，也叫花椰菜，菜市场、超市都有，价格也亲民。西兰花是蔬菜里的营养全能王，不光对身体好，对眼睛也特别有益。它里面不仅有丰富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硒元素。维生素 C 是强抗氧化剂，能清除眼睛里的自由基，延缓晶状体浑浊，预防白内障。硒元素能保护视神经，维持正常的视力功能。常吃西兰花，既能给眼睛补充抗氧化营养，又能提高身体抵抗力，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全身都有好处。中医认为西兰花味甘性平，能清热润肺、健脾和胃、明目护肝。肝主目，肺主皮毛，肝肺都调理好了，眼睛的气血就充足，泪液分泌也正常，就不容易干涩。西兰花怎么吃最有营养？很多人煮太久，煮得烂烂的，维生素和叶黄素都流失了，很可惜。正确的做法是水烧开之后下锅，焯水1到2分钟，捞出来立刻过凉水，保持脆嫩的口感，然后清炒或者凉拌，放一点点油和盐调味就好，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也可以蒸着吃，上锅蒸3分钟左右，营养损失最少，口感也软，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提醒大家，西兰花的花簇里容易藏虫卵，洗的时候要掰成小朵，用淡盐水泡10分钟，再用清水冲干净。另外，西兰花膳食纤维多，消化不好、容易胀气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第6种，鸡蛋，咱们每天都吃，几块钱1斤，人人都吃得起。很多朋友只知道鸡蛋补蛋白，其实蛋黄对眼睛特别好，是个被低估的明目好物。蛋黄里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而且是脂溶性的，跟油脂搭配后，人体吸收效率比蔬菜里的还要高。蛋黄里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B 族维生素，还有优质的卵磷脂，这些都是视神经和视网膜必须的营养。每天吃1个鸡蛋，就能给眼睛补充1天所需的关键营养，性价比特别高。中医里讲，鸡蛋味甘性平，能滋阴润燥、养血安神，尤其是蛋黄，补血养阴的效果很好，能濡养双目。咱们老年朋友大多气血不足，眼睛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容易干涩、昏花。每天吃个鸡蛋，既能补气血，又能明目，很合适。
鸡蛋最好的吃法是水煮蛋，冷水下锅，水开后转，小火煮8分钟，蛋黄刚好凝固，营养最完整，也好消化吸收。其次是蒸鸡蛋羹，软嫩顺滑，特别适合牙口不好、消化弱的老人。尽量别吃煎蛋、炸蛋，油太大，还会破坏里面的维生素。很多朋友担心蛋黄胆固醇高，不敢吃，其实这是个误区。咱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摄入的胆固醇很有限，而且蛋黄里的卵磷脂还能帮助调节血脂，对身体是有益的。如果是严重高血脂、胆固醇特别高的朋友，可以每天吃半个蛋黄，或者隔天吃一个全蛋，也完全没问题，不用一点都不敢碰。第7种，黄玉米。咱们菜市场、路边摊都有，1块钱1根，便宜又顶饱。注意，这里说的是黄玉米，白玉米、糯玉米效果差很多。黄玉米里含有大量的玉米黄质和叶黄素，尤其是玉米黄质含量非常高，专门保护咱们眼底的黄斑区，能阻挡紫外线和蓝光的伤害，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还能缓解视疲劳，改善视物模糊。而且玉米里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胃好，还能辅助调节血糖血脂，一举多得。中医里玉米味甘性平，能健脾利湿，开胃益智，明目养肝。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好了，气血充足，眼睛才能得到足够的滋养。很多老年朋友脾胃弱，湿气重，常吃点玉米，既能健脾胃，又能养眼睛，很对症。玉米最好的吃法就是直接水煮，水开后煮1时到1时5分钟，原汁原味，营养保留的最好。也可以把玉米粒剥下来，熬玉米粥，做玉米羹，或者跟大米一起蒸饭，都很香。每天吃1根中等大小的玉米，或者半碗玉米粒就够了。注意玉米不好消化，肠胃弱的朋友别吃太多，而且要嚼碎了再咽，别囫囵吞枣。血糖高的朋友吃玉米的时候要相应减少米饭、馒头这些主食的量，别一顿吃太多，避免血糖升得快。这7种食物都是咱们日常生活里随手就能买到的，不贵也不稀奇，关键是要常吃，换着花样吃，不用特意买几百块的护眼保健品，把日常饭菜吃对了，就是最好的养护。厨房就是咱们的小药房，吃对1日3餐比什么都强。讲了这么多保养的方法，最后我必须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老年朋友可千万不能大意。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眼睛模糊就是老花眼，配个眼镜就行，不用当回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严重的眼病早期症状跟老花眼特别像，要是当成普通老花眼拖着，最后可能耽误治疗，甚至失明。我给大家说几种情况，只要出现了，别犹豫，立刻去医院眼科检查，别自己在家用偏方调理。第1种，如果您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灯光有彩虹圈，还怕光，看东西重影，这可能是白内障，早期可以观察，严重了需要手术。别拖着，早检查早放心。第2种，如果您看东西变形，比如直线看成弯的，看地砖歪歪扭扭，看人脸一半清楚一半模糊，或者视野中心有黑影，这很可能是黄斑变性，这个病不可逆。早发现早干预才能保住视力，晚了中心视力就没了。第3种，如果您突然视力下降，眼睛胀痛的厉害，还带着头疼、恶心、想吐，这可能是急性青光眼发作，是眼科急症，必须马上去医院，晚了视神经被压坏，就再也恢复不了了。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更要上心。糖尿病时间长了，会引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渗出，常新生血管，慢慢就看不见了。这个病早期没感觉，等视力下降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高血压会导致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也会严重影响视力。所以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至少半年查一次眼底，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别觉得眼睛没事就不查，等有事就晚了。还有，如果您眼前的小黑影突然变多，或者出现固定的黑影，闪光感，可能是视网膜脱离，也是急症，立刻去医院。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们今天讲的熏眼睛、按穴位、吃食物，都是日常保养的方法。
适合眼睛干涩、疲劳、轻度老花的朋友用来调理，绝对不能替代医院的正规治疗。如果眼睛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眼科检查，遵医嘱治疗，别轻信偏方，别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朋友养护眼睛的知识，有外用的中药熏眼方，有简单好做的穴位明目操，还有7种菜市场就能买到的明目食物，都是花不了几块钱，在家就能做的方法。咱们年纪大了，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才能看清儿孙的笑脸，看清身边的风景，买菜做饭，出门遛弯都踏实。平时每天花10几分钟养护，比以后生病遭罪强太多了。大家要是觉得今天讲的内容有用，麻烦点个赞，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的老伴、老姐妹、老哥们，还有家里的孩子们，发到相亲相爱的家庭群里，让大家都学会养护眼睛，都有一双明亮舒服的眼睛。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点一下订阅，再把旁边的小铃铛也点开，这样以后有新的养生知识，您就能第一时间看到了。下期我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实用的家庭养生小妙招，都是家常好用的方法。咱们老年朋友好好保养身体，健健康康的，就是自己和儿女的福气。咱们下期再见。